司特意安排的下午茶，竟然成了恐怖的杀人游戏。100杯奶茶中有20杯含有剧毒，喝了毒奶茶的员工全都一命呜呼。第一轮游戏结束后，群里再次发来了匿名消息：温馨提示，刚才各位玩家所喝的解药只能短暂延缓毒性发作，接下来只有完成每一轮游戏，方能解锁本轮延缓毒性发作的解药。大家冷汗直冒，因为匿名消息总是能够精准在正确的时间点发送，说明杀人狂魔正在盯着我们。各位玩家可以自行查看位置下方的解药箱。我顺着自己的办公椅向下一摸，竟然真的摸到了一个小箱子。这是一个上了锁的小箱子，是那种只能远程解锁的电子锁。我摇了摇小箱子，里面发出一阵东西撞击的闷响，似乎装满了东西。来不及细想，匿名消息继续发送。第2轮游戏，剩余73名玩家请自行组队，每队人数1至10人不等。本轮游戏淘汰人数随机。如果上一轮是确定的20%死亡率，那么下一轮的死亡率将不得而知，可能是20人，也可能是50人，甚至可能全军覆没。大家看到消息只能起身组队，大多是先联系自己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同事。小美走到我跟前，酱汁，我们组一队吧。好。这个游戏目前不确定是人数多占优还是人数少占优，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选一个不多不少的人数完成组队。于是我又拉拢了身强力壮的男同事老胡以及新同事小刘。叮咚，规则发布了！恭喜所有玩家组队成功！现在公布游戏规则：每组最终需凑足10根手指，摆成一圈爱心，并拍照即可完成本轮通关，不限制每个玩家切手指数量的上限和下限。游戏限时30分钟。我去切手指！老胡忍不住破口大骂，但此时办公室里更多的则是因为害怕而发出的啜泣声。没想到才第2个游戏就已经到了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，小美已经崩溃到哭泣，小刘默不作声，手不住的发抖。再看其他组，那些一个人组队的同事已经开始抓着自己的头发陷入癫狂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10根手指就是自己的全部手指，而10个人组队的同事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他们人均只需要切下1根手指，就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。接下来，办公室各个角落都接连传来了剧痛的惨叫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嚎声。我看了眼我们组的同事，要不我们也开始吧？老胡沉默了一阵说：我先切3根，剩下7根你们平分吧，快点吧，时间不多了，距离结束还剩15分钟。此时，办公室里各个角落的哀嚎声和见血声仍然没有停止，还有刀疯狂砍在桌子上发出的猛烈撞击声。隔壁组甚至出现了暴力砍手的情况，几个强壮的男同事分别按住一个瘦弱男生的手臂，然后不顾对方强烈反抗和撕心裂肺的哀嚎，直接硬生生把对方的几根手指砍了下来。老胡此时已经颤抖着把刀缓缓举过头顶，然后把左手贴在桌子边。突然，他好像下定决心一般，疯狂把刀挥下。下一秒，我把老胡的手臂牢牢抓住。我有办法了，这个规则的唯一漏洞就在于他没有要求必须是本组玩家的手指。老胡眼睛突然一亮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把已经死去的同事的10根手指收集起来，完成拍照任务。哈哈，对呀。